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时隔1年亮相变化明显，发腮疲惫却演技依旧在线。好久没见到程毅了，上次大规模露面还是去年莲花楼热播的时候吧。这一转眼整整1年过去，最近他公开亮相，还真让人有点惊讶，状态好像不太一样了。眼睛底下透着疲惫，脸型也似乎圆润了一些，是不是这段时间在家休息，手机刷多了，饮食也没太控制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外表略有变化，但一成不变的是他那股认真劲。看他表演的片段，依然声情并茂，全情投入，唱歌时脖子上青筋都爆出来，整个人还是那么正气十足。不少网友调侃，这不就是李莲花开大招的样子吗？真怕他下一秒就掏出鲜血包。其实艺人在没有剧播、不常上综艺的阶段，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，稍微有些发福或状态起伏也挺正常。毕竟不是时刻活在镜头前，放松一点反而更真实。但从现场演出能看出，程毅的表演功底依然扎实，情绪饱满，台词有力，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程毅一直以来都属于沉浸式演员，拍戏时完全投入角色，休息期则低调沉淀。这种工作节奏虽然曝光度不高，但对演员来说反而是种难得的蓄能。仔细想想，他演的《莲花楼》里莲花沉香如谢应渊，每个角色都细腻生动，绝不是靠刷脸就能演出来的。说实话，观众之所以这么关注他的状态，说到底还是因为在乎他的作品。他这1年虽然没有新剧播出，但肯定也在默默准备下一部戏。演员的外形略有变化很正常，或许就是因为新角色需要呢。比起始终如一的完美形象，我们更该期待他能带来怎样的突破。从专业角度看，演员短暂休整后重新亮相，略有发福或气色差一些，并不代表职业能力下降。就像前段时间张颂文在访谈中提到的，演员也是人，不可能永远光鲜，真正有价值的是戏里的生命感。程毅显然属于这类戏比人大的演员。看他现场表演的投入程度，丝毫没受外表变化影响，该铿锵的地方一点没软，该细腻的部分照样动人。这才是一个演员真正该被关注的地方，不是颜值有没有崩，而是戏还在不在。也许我们偶尔也该跳脱颜值审判的惯性思维，去珍惜那些认真演戏、愿意为角色付出的好演员。程毅或许不是每时每刻都保持巅峰状态，但他一旦进入表演，就完全像换了个人，青筋暴起，全身心投入，哪怕下一秒真要吐血，也得把戏演好。时隔1年，程毅再次公开亮相，引发了不少观众和网友的热议。上一回大规模出现在大众视野，还要追溯到2023年暑期档热播的《莲花楼》。那时，他凭借李莲花一角再度翻红，收获了无数好评与人气。而这1年间，他鲜少露面，不上综艺，不常营业，几乎处于消失状态。因此这次出现程毅的变化，自然被放大解读。外形变化、发腮与疲惫感，不得不承认，程毅此次亮相，外在状态与去年相比却有差异。镜头下，他的脸型比莲花楼时期更圆润，眼底似乎也带着一丝疲惫感。粉丝打趣说，是不是休息时间刷手机太多，作息不规律导致的？还有人笑称，这就是李莲花退隐江湖后放松下来的样子。其实，艺人在没有新剧播出、不频繁出镜的间歇期，身材与气色的起伏非常正常。毕竟他们不是时时刻刻活在镁光灯下的完美人偶。程毅本人又一直低调，既不靠综艺维持热度，
也很少在社交平台晒日常。这种相对放松的状态，难免让外貌略有变化。但换个角度看，真实与自然，反而更显得她没有被娱乐圈的完美滤镜捆绑。舞台表现，青筋暴起的投入。虽然外形被热议，但当镜头切回她的舞台与表演，观众立刻被打动。程毅演唱时脖梗青筋毕现，全情投入，声情并茂的样子完全让人忽略了所谓的发腮。不少网友调侃，这不就是李莲花开大招的样子吗？就差一个鲜血包。这种全力以赴的状态，其实是程毅一贯的特质。无论是唱歌还是表演，他总是用最真挚、最极致的情感去诠释角色或作品。舞台上没有懈怠，没有敷衍，只有一份完全沉浸的执着。这也正是他能凭借角色打动人心的原因。沉浸式演员的节奏。程毅出道多年，却始终保持作品低调、角色出圈的路线。他不是那种通过综艺和热搜不断维持曝光度的明星，而是典型的沉浸式演员。拍戏时，他几乎完全投入角色，而在休息期，他会刻意降低曝光，沉淀自己。这种节奏的好处在于，他能不断为新角色积蓄能量。正因如此，莲花楼中的李莲花才能如此细腻，令人难忘；沉香如屑中的应渊才能既有仙气又不失人味。他不追求流量的短期轰动，而是更看重角色的生命感与作品的长久价值。观众的关注点，外貌还是作品？程毅此次的变化，引发了演员是否该保持完美外貌的讨论。有人觉得明星作为公众人物，理应时刻维持最佳形象，也有人认为演员最重要的不是颜值，而是演技。其实，观众之所以在意他的外貌，说到底还是在乎他本人和他的作品。倘若一个演员从未被期待过，他的发腮、疲态也不会成为话题。程毅被热议，本质上说明大众依然期待他的新作品。从专业角度来看，演员在不同阶段出现外貌波动十分正常，甚至可能与角色需要有关。比如，一些角色需要更饱满的面部线条，演员就会有意增重。与其苛求他们永远保持少年感，不如期待他们能通过表演带来更多惊喜。张颂文的观点与程毅的坚持。前段时间，张颂文在访谈中曾说过一句话：演员也是人，不可能永远光鲜，真正有价值的是戏里的生命感。这句话放在程毅身上格外贴切。程毅的优势从来不在于外表的永远年轻，而在于他对角色的细腻把握。无论是《长安诺》里的萧承旭与《军歌》里的齐燕，还是《莲花楼》的李莲花，他都能赋予角色独特的灵魂。观众记住的不是他的脸型是否尖锐，而是他在戏里流露出的真情实感。从《莲花楼》到未来作品的期待。过去1年，程毅虽然没有新剧播出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停下了脚步。演员的沉寂期，往往是他们最重要的蓄力期。对于观众来说，外貌上的细节不足挂齿，真正值得期待的是他下一部作品会如何突破。程毅的戏路近年来逐渐拓宽，从仙侠到古装，从爱情到悬疑，他不断尝试新的类型。可以预见，他不会固守于温润如玉的单一形象，而是会寻求更具挑战性的角色。而这才是一个演员能够长久立足的核心竞争力。珍惜用心的演员。程毅时隔1年再次亮相，带来的话题集中在发腮、疲惫等外貌层面，但更值得被关注的是他依然全情投入的舞台表现。演员不是永远完美的偶像，他们也会有倦怠、发福的时刻，但一旦进入角色，程毅依然能够做到全身心的投入，让观众相信角色是真的。或许我们也该跳脱颜值审判的惯性思维，多去珍惜那些用心演戏的演员。程毅未必时时刻刻保持巅峰状态，
但他一旦回到舞台与镜头前，就能瞬间点燃角色的生命力。这才是一个好演员最可贵的地方。